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母亲离世7年，凶手提前出狱后，再看不婚不爱的谭松韵，让人泪目。当跨年夜烟火映着万家团圆，谭松韵却在急诊室外攥着希望熬过最漫长的新年。酒精、冰毒加倒车逃逸，这场跨年夜的悲剧为何发生 ？ICU 外23天煎熬，法庭上肇事者傲慢无礼，谭松韵的维权路满是疼痛。6年刑期因表现良好缩短，伤疤再被揭开，他如何在破碎中寻光？命运的重击，跨年夜的悲剧。跨年夜本是阖家欢乐的日子，谭松韵却在这天经历了改变一生的噩梦。2018年的跨年夜本当是阖家团圆、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刻，然而这天对谭松韵来说却是最难熬的一天。母亲在聚餐结束后，与朋友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不幸。肇事司机马某血液酒精极高，尿检冰毒阳性。事发之后，他本应第一时间查看伤员情况，履行应尽之责。然而他却做出令人不齿之举，不仅未施救，反而倒车逃之夭夭。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，在家人的劝说下，才选择自首。收到消息后，谭松韵归心似箭，即刻踏上归程，匆匆赶赴四川。在医院的23天里，他守在重症监护室外，满心都是对母亲的担忧与牵挂。然而，人生并非如电影般总能演绎出团圆美满的终章。母亲终因伤势过于严重，溘然长逝，离开了这纷繁人世。这打击来得太快，让他瞬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他无法接受母亲就这样突然离开了自己，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力气，瞬间暴瘦到了80斤，眼神中满是失去至亲的空洞与哀伤。沉浸于丧母之痛的他，又该以怎样的力量与勇气为母亲讨回那迟来的公道？艰难的维权，正义虽至，却难抚伤痛。丧母之痛未消，他为公道走向维权之路，法庭内外亦有波折。母亲的离世让谭松韵悲痛欲绝，但他并没有被痛苦击垮。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，他毅然挺身而出，直面肇事者。法庭上，谭松韵强忍着内心的悲痛，面对傲慢且毫无悔意，甚至不断打断审判进程的肇事者，他没有退缩。肇事者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不记得有没有喝酒。”甚至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，这让谭松韵感到无比心寒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2020年法院终于做出了判决，肇事者被判有期徒刑6年，并需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。即便正义总算有了结果，他心中那份失去至亲的痛，也绝非这一纸判决能轻易消解。他凝望着手中的判决书，泪水在眼眶中盈盈打转。这6年刑期，如何能弥补他失去母亲的痛？又如何能让母亲重新回到他的身边？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服刑之际，肇事司机理当深切悔悟自身的过错，他竟然能凭借着所谓表现良好，获得提早释放出狱的机会，着实引人深思。这一消息传出，众人一片哗然。不少人觉得，这样判决和提前出狱，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，非常不公。受害者家属这几年承受的痛苦和煎熬，难道就因为肇事者的表现良好而被轻易忽视了吗？面对结果，他没有选择高调的宣泄情绪，只是在心中默默缅怀母亲。面对不公判与内心伤痛，他用悲痛来代替成长上的养料。生活的重建，用坚强书写人生。熬过维权的艰难与丧母的剧痛，他是如何在这破碎的生活里重拾光芒？母亲离世后，谭松韵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那个天真烂漫、满脸笑容的她，
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他将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，重新回到了片场，用忙碌的工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缺。他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好好演戏，所以他要努力完成母亲的遗愿。拍摄之际，谭松韵展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，他用自己的演技诠释着不同人物的悲欢离合。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，对母亲的思念，都融入到了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台词中。尽管在拍摄间隙，他可能会突然陷入对母亲的思念而默默流泪，但只要导演一声开拍，他就能迅速调整状态，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除了事业上努力拼搏，他还将母亲的赔偿金通通捐了出去。他希望这份爱能够传递下去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他没有选择用这笔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，而是用它来延续母亲的善良与爱心。他这一举动让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。在娱乐圈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，谭松韵的善良和纯真显得格外珍贵。如今35岁的谭松韵事业依旧风生水起，但感情生活却始终是一片空白。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家人身上。对于爱情，他似乎已经看淡。可能是母亲的意外离世让他更加知道珍惜身边的亲人，也许是那段痛苦的经历让他对感情有了更深的感情。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渴望爱情，而是更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谭松韵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顽强、勇气和爱的故事。他在命运的重创下没有选择趴下，而是选择了重新站起来。他在艰难的维权过程中，始终坚守着对正义的信念。他在生活的建设中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生活的热爱。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，即使生活再艰难，只要心中有光，就一定能够走出黑暗，迎接光明。母亲离世7年，凶手提前出狱，谭松韵的生活依旧在继续。她用笑容告诉所有人，她没有被悲伤吞没，没有被流言打倒，她依旧是那个坚强乐观的谭松韵。她的故事也将激励着更多的人，在面对生活的挫折时，勇敢地前行，永不放弃。甜笑背后的血泪。谭松韵丧母1440天未等来道歉，肇事者全家惊惧震惊。2018年12月31日深夜11点，四川泸州叙永县下着小雨。谭松韵的母亲黄某和3位朋友结束聚会，撑着伞走在路边。4人中，李某某走在最前面，陈某居中，黄某和杨某共撑一把伞走在最后。几米开外的李某某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巨响，一阵风刮过左肩，一辆车以高速撞飞了黄某3人。陈某被甩上车顶翻滚，黄某和杨某则被撞出近20米，倒在血泊中动弹不得。肇事车短暂停顿几秒后加速逃逸。李某某冲回现场时，只看到3具躯体浸在雨水中，他颤抖着报警，另一名路人同时拨通了120。医院诊断显示，黄某特重型颅脑损伤，杨某重伤，陈某轻伤。监控录像揭露了悲剧的源头。当晚，29岁的马某某在叙永县某 KTV 狂欢后，又到夜宵店灌下7杯啤酒，酒水单上清晰地记录着12+12件酒。23时50分，他驾驶福克斯轿车冲向人行道，撞击力度之大，使车前挡风玻璃裂出大洞，保险杠扭曲变形。马某某逃逸后做了3件事：先打电话让朋友张某去现场打探消息，得知撞倒3人伤势严重后，要求张某连夜送他去重庆。被劝阻后躲进泸州的住宅，扔掉手机切断联系。2天后的2019年1月2日，他在家人劝说下自首。警方调查发现其尿检呈阳性，涉嫌毒驾，但他坚称不知情。
谭松韵当时正在剧组拍戏，接到电话后，她扔下行李直奔医院，在 ICU 外走廊打起地铺。20天里，她穿着旧衣戴口罩，每天隔着玻璃看浑身插管的母亲。医生最终下达病危通知，黄某因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，车祸伤势直接死因。2019年1月23日，黄某停止呼吸。葬礼上，谭松韵眼睛肿得像核桃，瘦到需要助理搀扶走路。而马某某家属首次露面谈赔偿时，竟脱口而出：“你只是没了吗？可我儿子要在牢里过春节。”2020年8月31日，案件开庭，谭松韵黑衣黑口罩现身，当庭哽咽：“这1年8个月，我天天在治愈自己，但从未等来一句道歉。”他索赔501万元，马某某称愿用名下房产赔偿。公诉人当庭驳斥，毫无悔意，事故全责却未积极赔偿。庭审揭示更多细节，马某某有犯罪前科，曾因聚众斗殴被判缓刑。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，3名受害人无过错，马某某酒驾逃逸负全责。最终法院判处其6年有期徒刑。谭松韵将全部赔偿金捐给公益机构，声明钱换不回妈妈，只要公道。网暴接踵而至。2020年初，一组谭松韵与欧豪聚餐旧照被翻出，营销号造谣母亲垂危他竟约会。实际照片拍摄于2018年12月车祸前，且现场有多位朋友。网友涌入他微博谩骂：“不孝女，妈妈死了还炒作。”有人恶意 P 图，用毒妇科母等词攻击他。谭松韵工作室于2020年2月发布律师声明，点名4个微博账号持续用娼妓暴毙等词辱骂他及王母。其中一名被告罗某在法庭调解中道歉，赔偿1万元精神抚慰金。另一起诉讼中，用户张用多个账号散布谣言，法院强制执行后，他于2025年1月4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致歉声明。2023年2月，谭松韵再遭无妄之灾。徐凯前女友爆料徐凯进组追同组女演员，网友根据时间线锁定正与徐凯拍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谭松韵，其微博涌入大量质问：徐凯是不是骚扰你？尽管他与任嘉伦、宋威龙等男星合作时始终零绯闻。案发2379天后，2025年6月，马某某提前出狱。2天后，网友拍到他在酒局谈笑风生，而彼时距离谭松韵母亲忌日仅剩半年。